欢迎科普医美新知。今天又到了微整形一集新的节目啊，我们这一集要讲下巴。哇，我跟你讲，其实华人的女生超爱打下巴的，可是打下巴其实有好几件要注意的事情哦。我一直在讲微整形呢，要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然后做到美学的比例啊，这件事非常重要。下巴对我们是很重要，因为下巴是我们整个轮廓呢最外围的一员，也是最下面的一员。好，所以如果没有下巴的人呢，脸看比较方，甚至下巴比较内缩的人呢，看起来的脸型就没有那么的瓜子脸啊。那即使是男生啊，男生说我不需要瓜子脸，下巴如果太短的话，有时候脸看起来也会比较圆。也因为这样，所以大家超爱打下巴，所以就很多下巴星人，蛇精脸。好，为什么会这样？打太多啊，这个下巴或者是像埃及法老王。很尖。对。那有的时候打得很夸张啊，有时候坐在餐桌吃饭。有没有下巴都会顶到那个桌面，这真是有点夸大。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关于下巴的一些东西。很多人讲下巴不就这里一坨肉，很简单，随便打都不会有事。但结构、美学，我们来分析给大家看。层次产品对位，剂量精准树眉，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好，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巴，它有分所谓的长度、宽度跟挺度。什么叫长度？来，我们来看一下芊芊下巴比例就很好，这个叫做长度。好，那长度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大家都听过三庭五眼嘛。每个人听过什么叫三庭五眼？就是我们的额头发际到我们的眉心这个地方，如果是1，眉心到我们的鼻头大概是1，鼻头到我们的下巴大约也是1比1。好，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这个比例。我们要讲更细一点哦。我上次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微整形最前面的1、2集，我们有提到一个面具。那个就是黄金比例的面具，我是说这个黄金比例的面具是欧洲人做的，一样哦，1比1比，古书就有写到这个三庭五眼哦，就有写了这个比例，认为这是美人的一个标准。但是因为现在的美学观点喜欢脸比较窄长型的，所以坦白说1比1对很多女生而言，以现在的美学观点都觉得有点不太够，所以下巴通常还要比这个1要多一点点。多一点点，我们到1.1、1.2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太多当然就不行。另外一个，这个叫下巴的挺度，从侧面看，我们看这是下巴，下巴的挺度就是指它往前凸出来的程度。有一些地方会讲这个叫兜，有人叫做挺，好，这是从侧面看的这个的弧度。好，这个挺度呢，这个挺度其实大家最常用的一个比例，大家有听过 Ricky's Line 吗？听过。哦，你看芊芊超专业，大家自己也可以找他。还有一个叫做 E Line。这两个差别你知道吗？差在哪呢？它是同一个东西。好，什么叫 Ricky's Line 哦？就是它这种鼻子跟下巴的连线。一般我们会看到说鼻子跟下巴的连线距离上唇大概2mm，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比例。这跟每个地区的人，比如说像台湾或是大陆东南沿海的人啊，因为骨头通常比较方，颧骨啊，还有下颌骨，还有时候比较方。我说女生啊，那这个时候呢，她的这个嘴凸也比较多，所以如果你要符合这个比例，你的下巴就要往前打很多，哇，那比例会超怪。所以这个比例不是绝对的。如果你没有明显嘴凸的人，的确你用 Ricky's Line 的标准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有嘴凸的话，你真的说我嘴巴凸了，我还这样打，那你下巴不是就变超长？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线刚好贴在下巴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大家有时候看一些节目或是看一些文章，他写的其实都非常标签。你不觉得我们的都讲得非常的深入啊？因为大家看过很多节目就知道，我是这个主要在做面部解剖的。我在台湾，我在新加坡，我在泰国，在大陆都有开解剖课程，就是面部的解剖课。在医学院里面也有开这个面部的解剖课，所以我对脸上的结构特别的了解。好，那这个就叫做我们脸上的这个下巴的这个挺度。好，所以这个比例我们不是很制式化，我们有时候要看每个地方种族不同。像我刚刚讲到骨头的问题，对不对？就没人注意到。讲到嘴凸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忽略到它。这里又延伸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下巴的挺度跟双下巴的关系。待会儿我们会来特别讨论。第三件事情就是下巴的宽度。其实每个人下巴会有2个凸点，当然对于女生而言呢，通常下巴不会这么方，它会比较尖一点点，但这个地方往往还是会有2个小小的角，这个叫做下巴的宽度。好，这个下巴的宽度等一下会涉及到另外一个词，叫做 prejudiced circus 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聊。好，所以下巴其实学问很多。这个下巴的宽度呢，男生呢其实宽一点也比较显得有男子气概，可是女生通常都不喜欢有这样子的宽。好，但有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叫做屁股下巴。
哦，很少见。哦，就是林青霞的下巴。小编说他也有。哦，可是大家不想看到你。没有开玩笑，来给大家看，给大家看。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家都很好奇小编长什么样子。那我今天完全没有装法。没有关系，那你就故意只有露下巴这样的，这个故意这样露下巴，对，往后推一点点，对，你看哦，它中间这个地方就有点微微的凹，好，该刮胡子了，好，对不起。好，就是我们的下巴这中间有点微微的凹，这个就要这样两个屁股蛋、屁股下巴哦。那这个其实坦白说，有一些美女是有的，好，那这个打针可不可以打得出来？可以哦。哦，可以打得出来哦。然后手术可不可以刻意做？可以哦，可以做这个屁股下巴哦。好，它需要特别做一个这样的沟。好，那有些人会觉得喜欢这样，那有些人不喜欢。好，那这个对女生而言跟男生而言，这个下巴的宽度呢，我们怎么去决定啊？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图，一般而言哦，我们的眼角、鼻翼画一个连线下来，这个大概就是下巴宽度的最大值。好。可是一定会有人说，可是有些人鼻翼特别宽呢，好，鼻翼特别宽，所以这又回到另外一件事哦，鼻翼它正常比较好的比例是什么？鼻翼跟鼻头的比例是1:1，所以如果今天鼻头比较低的人，他鼻翼呢也不能太宽，不然看起来就很扁。好，所以啊，比如说我们看芊芊，我们先看她的鼻子，她的鼻子比例很好，她的鼻翼的宽度跟她鼻头的高度大概是1:1。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知道她这个鼻翼的宽度在比例上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画一个连线，就是眼角到鼻翼的这个垂直，这个连线过来，这里，她的下巴宽度就在这个连线的内侧。那这样她的下巴宽度可能就很好。不然很多人哦，他打下巴已经打到走火入魔了。打到他都变成萨诺斯了，好可怕，都变灭霸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宽度的问题，他就一直想要往这里灌，往这里灌，灌多了就会制造了一个灭霸，制造了一个萨诺斯，然后还会延伸到我们后面讲这个两个人往下掉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用鼻头的高度，然后把它变成鼻翼的宽度，画一个点线，知道你的下巴会不会太宽？好，这个呢叫做我们把的长度、宽度跟挺度。接下来我们要讲其他几件事。首先，第一件事非常的重要。好，很多人都只在意下巴，觉得下巴只要填起来，它轮廓就会好看了。事实上，我之前在我们这个微整形在讲外轮廓的时候，最前面一个总纲就讲一件事。好，处理你的整个外轮廓是有顺序的，其中你的嘴边肉要比下巴先处理。好，如果你的下巴、你的嘴边肉没有处理，你直接填下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看这个图，在网络上的图，这个女生很明显，这个下巴还有填。填出来，我们首先发现一件事情啊，当然他眼角被挡住。我们如果眼角跟鼻翼画个比例，其实他的下巴已经打到有点太宽了，因为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嘛，已经有这个图了，但这个鼻翼有点太宽了。第二件事，你看他的嘴边肉，你这样一看起来，你就觉得他的下巴跟嘴边肉是不是这个比例非常奇怪？很多人他会希望他的脸 V， 他只想到加下巴，他没有在意到嘴边肉，甚至有很多的诊所一进来说，我想要脸 V， 第一件事干嘛？打咬肌，再打下巴。那这个就可能会犯一个错，打咬肌，这脸会从方形变小。记不记得我前面微整形有讲过，咬肌这个地方叫面颊，面颊大，脸会方。可是我们的脸颊还有前面半部叫口颊，口颊垂，脸会 U。如果你今天打咬肌，你没有在意到你的嘴边肉，你嘴边肉还是这样一块，然后你又给它打下巴，你不觉得这看起来整个比例超奇怪吗？就很不顺畅。你打完，你有觉得它 V 吗？你不会，你只会觉得它下巴很突兀，它脸型看起来很奇怪。我们再随便举个例哦，你看这是不是又是一个例？很明显，不用我讲，有眼睛都看出来，这个下巴绝对是打上去的，这不是正常的比例。好，那你看它嘴边肉还在，你会觉得这样的比例非常的奇怪。过多了，而且下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对，好怪哦，我这2块我应该去解决的，结果他一拉，这个地方脸一拉上去，下巴是不是又显得更突兀？所以这就是我之前在那个节目里面讲的，打下巴之前一定要先处理嘴边肉。你的嘴边肉没有处理，你那时候打下巴，你打出来的比例就会非常明显的不对。尤其啊，本来我们看这个鼻，虽然没有它上半段，但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很明显已经远超过不是1:1或是1:1.2，这个应该已经1:1.5了。那为什么会关这么多？有可能是诊所为了赚钱拼命想要打啊，想要打1支，然后想要打3支，有可能就是说，打完我觉得我脸还是圆那再多打一点，还是圆，再多打一点，就打那么尖。但你觉得他脸有 V 吗？没有，因为他嘴边肉没有处理。所以打下巴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一定要处理口颊的嘴边肉，一定要处理口颊的嘴边肉。事实上，甚至口颊嘴边肉比你的咬肌甚至顺序要更重要。好，在处理外轮廓上面，好，这大家很容易忽略，所以我常看到很多人来用这样，然后才来拉脸，我就会看说，我可能拉完脸，你的下巴也需要降解一下，好，因为比例不对了。好，再来下一件事就是下巴跟双下巴。好，
那下巴跟双下巴为什么很重要？我们来看几件事情哦。我们来先看这个女生，她五官非常的漂亮，她的下巴也有，她的比例下巴是对的哦，不管是长度、宽度和挺度。可是你会觉得这个轮廓因为有这个下巴要好看吗？其实没有，因为它下面多了一个双下巴。好，它虽然上面都非常精致，但是当它有双下巴的时候，这也是很多人会以为我只要把下巴打出来，它的轮廓就会好，它忽略了双下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里有一个叫做颈合角。颈合角是这个角度，颈合角就是下巴往后面连线到我们脖子这个角度，这叫颈合角。当这个地方有一个带子的时候，就是双下巴的时候，你下巴再怎么长，它的轮廓线也不会好看。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讲下巴，我们要打造我们的外轮廓。讲到下巴的时候，我们要在意嘴边肉跟双下巴，这个事情就显得很重要。你看，这也是一个例子哦。我们看这个比例就知道，它的下巴，我们都不看这个，光看下巴，它下巴好不好看？好看的，挺度还有它的形状、宽度都是好看的。但有了这个双下巴，它就破坏了它整个该有的轮廓的美感。所以双下巴跟下巴比起来，这两件事都很重要。哇，那很多人当然就说，那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如果你今天呢，你要用微整形，用简单的仪器，我们可以在这边打电波，再来处理你的下巴，这是一个方法。那如果你的状况，比如说你的比较厚，这个时候你打电波力量可能不够，好，你打这些都不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溶掉一些脂肪，可是很多时候抽完脂肪不是会松嘛？那像我们就有一种方法叫八字美人线。关于八字美人线的影片，在这边到时候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八字美人线呢，就是我们用几个小针孔，我等一下就有一个要做，我们把一些多的脂肪溶掉，然后同时用八字环绕线的方式，可以把整个轮廓拉出来。那抽出来的脂肪不要浪费，你可以拿回家炒菜。但没有人敢吃，对吧？我们来填下巴，那就一举两得。好，那也有人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是那种可以维持10几年的？有，好，或者是有些人就是说，张医师，你刚讲溶脂针我也打过，抽脂针我也打过，双下巴还是很大，那你要小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代表你的问题不是皮下脂肪问题，你的是深层脂肪问题。下巴也是有深层脂肪的哦。关于下巴深层脂肪的，我们有一整集的节目在讨论这个，来我们来看那一集。这种深层脂肪它跟体重无关。所以我做很多来做这种手术的人，他是有的是健身教练，有的是他本身体脂很低，他体脂再低，这里很大，就像有些人身体很瘦，但脸还是很嘟。我们都知道脸那个很嘟叫做婴儿肥，对，婴儿肥就是一种深层脂肪。那这一种有些人体脂很低，这里还是很大一块，那个叫下肽脂肪垫。好，那这个脂肪垫它也跟体脂无关，它唯一解决的方法，它抽脂。打这个小指针，然后或者是用各种仪器都不会有用的，因为这个深层脂肪它是在筋膜更深的地方，它就是要用手术用一个小伤口把这整块拿掉不要浪费啊！一样我们可以把它拿来垫下巴，而且它的维持率非常的好，它的效果跟地方假体差不多。那是不是同时解决了双下巴，又解决了下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一举多得，而且这种手术它效果可以维持超过15年。哇，很长，很长效，所以 CP 值很高，对，很划算。所以讲到下巴，一定要考虑到双下巴，很重要。再下一个就是下巴跟嘴凸。其实我刚刚讲了，像东方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人，有很多有嘴凸的问题。嘴凸有少部分人是因为龅牙，有人叫牙龅，但其实现在这种，因为大家会在意牙齿的形状，所以现在是比较少见。现在很多人比较多的是骨龅。什么叫骨龅？就是这个地方的骨头太凸，上颚骨太凸，不是牙齿哦。牙龅的龅牙是指这里的牙齿往外翻。那骨龅是牙齿一样是垂直往下的，但这个骨头往外凸，那看起来就有点小鸟嘴。好，那这一种骨龅要解决一个方法就是正颚，把这整个骨头切开往内推，但有些人不太能够接受这件事嘛，把它抱在怀里还要保护它。好，那另外一个方式，如果要用微整怎么解决？第一件事情就是填下巴。你看，本来有骨龅的人，把下巴填起来，它看起来是不是好很多？好，那像有些人呢，他的嘴凸比较明显这个是我小姨子，我老婆她妹妹啦那他的骨龅比较明显的时候，就不是只有填下巴，我们的法令纹这要处理一下，鼻子垫一下，苹果肌垫一下。关于嘴凸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们这里有一期专门的节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点来看。好，嘴凸不手术的方法要怎么处理？然后嘴凸想要手术持久一点，但不想削骨的方式有怎么处理？我们都有很详细的分析。所以嘴凸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你下巴又短，它会显得更凸。或者是它本来没有很凸，因为下巴太内缩了，内缩就是它的挺度不够的时候，看起来也会比较凸。所以下巴的挺度够的话，就可以改善嘴凸。这个原理跟我之前是不是讲一件事？一个山峰如果很高，要么你就把山峰削掉，要么就把山峰旁边的山谷填起来。那你觉得这里很凸，你不想要把它往内削掉，那就是把旁边的山谷填起来。
你的嘴部就会改善。好，你看这也是一个例子，是可以改善这个嘴凸的感觉。你看有这样，是不是觉得嘴巴比较凸？你看是不是就好很多？好，再来还有一个大家常常会忽略的问题，甚至很多医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词。对不起，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因为没有名词。这个叫 prejoe sulcus。什么叫 prejoe sulcus 啊？听好学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他填完下巴以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凹，有看到吗？在下巴跟嘴边肉这里有一块凹，这里有一块凹，就显得很不连贯，很不连贯。我们再看这个，你会看到他的下巴这里，侧面这里有一个这样子小小的这个凹。那通常其实这个凹很多人都有。那我们要怎么去让你的下巴那个连线看起来是直线的好看的？它就有几件事要注意。第一件事，你的下巴你的挺度跟长度不能过头，要符合比例。你只要一过头，像其实这个就填太多，一过头这里就会显得凹。另外一件事，我刚讲了，嘴边肉一定要处理。第三件事，有一些人这里的骨头天生真的是凹下去的，什么意思哦？就是来 Irene 要麻烦你出场了大部分人这里骨头呢，我们大部分人的下颌骨会有一个地方会有凹，是在我们的面动脉。另外一个少部分的人在这里，在我们的犬齿下面这里也会有一点点凹那就是这个地方有些少部分人这里会有一点点凹。所以如果有这种凹的人，那我们在填充的时候就不是只有填中间我们要填一点在侧边这，你的整个轮廓线才会顺畅。这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甚至很多医师都没有注意到？接着又要再聊，我们来看这是什么？这叫巫婆下巴。很多人下巴填一填，他后来下巴，你知道下巴打多了也会下垂。太多了。大家都知道苹果肌会下垂，脸会那个眼皮会下垂，下巴也会下垂。下巴会下垂就是长这样，这个叫巫婆下巴。它就掉到下面来为什么会这样？填的时候位置填错了。什么叫位置填错了你看这个也是巫婆下巴。那你看这个图这个图很漂亮，它在讲我们下巴的层次的图。你仔细看下巴也分成3层，浅层、中间的筋膜的跟深层，所以在打的时候要打对层次，打错层次就会像刚刚讲的巫婆下巴那样往下掉。那你看这个图里面中间那个下巴有一层筋膜，这个筋膜叫下颌肌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这个就是下颌肌。有些人下颌肌特别的短，或是特别容易用力，就会像这样用力。会像这样一个杨婆婆那种皱纹，会有那种皱纹。对，那这个下颌肌呢，你是必须要处理的下颌肌是长在中间因为下颌肌强的人呢，他有时候一收缩就会让你的下巴会往内收短。所以有时候适时的，我们有时候在打肉毒的时候就要放松它，这样你做填充的时候它才不会移位，打出来的才会漂亮。甚至有一些人呢，我们在手术的时候会刻意把下颌肌放松一些。我讲了这么多关于下巴的解剖，讲了下巴的美学，那他一定会说，那下巴要用什么材质？下巴一般我们要用的材质的话，我们就要用 G+ 值高的东西来做微整形。还记得 G+ 值吗？不知道赶快回去看我们微整形前面几集，我们有介绍过我们那个脸上填充物的几个很重要的物理特性。一个东西叫 G+ 值 ，G+ 值代表说一个 G+ 值高的东西，就是假设这是一坨东西，如果它 G+ 值高，代表我用力打它，它不会扁，它很挺。下巴就需要一个很挺的东西。G+ 值高的东西有什么？像精量值它 G+ 值就很高。那也有少部分呢，它本身它 G+ 值不高，可是因为它会刺激胶原增生，所以它可以把它撑起来。所以像有些人他如果下巴比较持久一点，那我可能会用什么？我会用像童颜针，因为它当它慢慢长起来的时候，它也有足够量把它撑起来。它虽然本来是液体的，但它长胶原蛋白之后，它挺度也是够的。那现在还有一种更新的方法，叫做骨水泥。这个骨水泥呢，就是我们诊所在用3D 列印的时候用的一种材质。那它的这个骨水泥，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永久的。永久的我们怎么做？其实大家想说，哎呦，永久是不是要很大一个伤口？也不用那伤口在嘴巴里面，所以我们不用疤痕。伤口小小的，做完你可以照样吃东西。那我们就从这个下巴里面有一个小伤口，小小的伤口，也不用拆线，然后进去呢，就可以把这个骨水泥放到这里，塑造成你要的形状。很方便，很安全，还有持久，挺度非常的好。那可是下一个大家会问的是说，那它既然是永久的，我如果不喜欢它拿得出来吗？一样拿得出来，它是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是一样，也是不会留疤，伤口也是在嘴巴里面，也是很简单。所以我还蛮喜欢用这个材质用的，因为我觉得它对客人它的满意度很高，对，然后 CP 值也高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特别介绍如果你要用下巴，除了我们传统应该用精量瓷，有些人会用一些童颜针、玻尿酸这个3D 电影骨水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如果有兴趣，我再把这个特别讲一集拿出来讲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对你很有帮助，或者对你周围的朋友有帮助，欢迎你把这个节目推播给你的朋友，然后分享给他们啊。你可以跟我们小编讲，我们小编会把一本关于微整的一本电子书，叫《微整圣经》给你们看，我想对你们求美的路上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美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因为没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